而这次主电脑的动机呢，是我回老家，由于笔电的效能实在太差，玩游戏不堪使用，于是就想说花一点小钱来达成能 1080p 顺跑3A 游戏的一个目标。主机板是朋友那边多出来的 TUF B460 Pro Wi-Fi， 是一张自带 Wi-Fi 的 ATX 主板，只能装 Intel Core 10代的 CPU。那这也影响到我 CPU 的选择。再来是一些我之前旧电脑的零件，技嘉 GTX 1660三风扇的显卡，海运的 GM550是一个半模组的电源，那它有7年保固，应该是还没有过保。微刚的 XX820 Pro 512G 用来存放大容量的游戏。散热器是镰刀的塔扇虎彻2，是一个4热管的单塔，用来压制本次的主角 CPU 是绰绰有余。机壳是用我弟之前汰换下来的 Cooler Master TD500，用来支援的这个海盗船 DDR4 3200双通道 16G。之前买东西的赠品，我弟 128G 的 SATA SSD 用来当做系统碟。最后是本次仅有的花费 CPU i3-10105，是一个有内显适合8序的 CPU， 从虾皮上买来的二手品。那至于为什么是这一颗 CPU， 是因为前面有讲到 B460 限制我的选择，再加上要用最小成本让这台电脑动起来，并且跑得动 1080p 的游戏。最后列出本次影片所用到的所有零件。因为其他零件之前就已经先组装好了，那就直接从安装 CPU 的部分开始。那首先就是要用正确的方向将 CPU 放入插槽。那 CPU 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个标志，可以做对应，确保这个安装稳当之后呢，就能盖上这个盖子。安装 M.2 SSD。接下来安装散热器，那先涂好散热膏。那我这边是把它抹平处理。放上塔体之后，要左边右边就是换边来锁，以免一边的压力太大去压伤 CPU。安装完后上机做测试，由于这颗 CPU 是有内显的，所以我就插上一条8G RAM， 直接通电看看能不能进 BIOS。那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失败了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大概就是 RAM 出问题，所以就从我弟那边借的用不到的海盗船 DDR4 来支援一下。这边蜂鸣器叫了一声，基本上就代表成功一半咯。这边就是成功进入到 BIOS 了。接下来就是安装我们的显卡，以及我把第二条 RAM 也插上去了，来测试看看能不能开机吧。确认零件都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开始安装这个 Windows。那由于是 B460，它基本上就是支援到 Win10，所以要去找这个 Win10的档案，用这个随身碟来做安装碟。好的，那基本到这边就大功告成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它成功进入到 Windows 的画面。打开系统管理员可以看到说 CPU 是 i3-10105，适合8序的，然后16G RAM， 2个硬碟，还有一个显卡。3D Mark 也是用 TimeSpy 跑分做测试。接下来就来到比较重要的游戏测试环节。第一个游戏跑《魔物猎人荒野》的 Benchmark，
那这个游戏是蛮吃效能的哦。那在电脑基本上就只能用预设的低画质去跑。第二个游戏是黑神话悟空，那这边是用预设的中画质去实际玩了大概几分钟。那这款游戏是有补帧可以开的哦，那可以看到说它的表现其实都还不错，平均帧和 low 帧都有超过60帧。接下来测这个崩坏星穹铁道，那我这边是忘记录游戏画面，然后我是跑了这个最新的周本以及那个翁法罗斯的这个跑图，那可以看到说那个崩铁它在跑图反而是比较吃效能的。接下来测同样是米哈游的绝区零，那我实测发现它的预设高画质在一些游戏画面中是容易卡顿的，所以我是用预设中画质做测试。那测试同样就是分为跑图和周本。然后绝区零我给它的上限是锁在60帧。那在实际打这个周本的情况，可以发现说，它就算是中画质，它有时候还是会掉到可能40-50帧左右。那这边猜测说，像之前极客湾他们有做测试，绝区零在对这个高频的记忆体要求比较高。那由于这是个 B460不能超频的平台，那它的机体频率最高就只能到2666，可能就是影响原因。那也有可能就是纯粹是游戏优化不好这样子。最后做个总结，这次这个集各方之力所组出来的这个电脑，在我实际游玩后，确实有达成1080p 顺跑这个目标，而实际上呢，也使用了几天没有出问题。或许它不是 CP 值最高的组合，不过是我目前能花最少钱能达成的目标。那这次影片就只是随手做个记录，画面和文案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那影片结果就到这里，期待之后能更新起来的题材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。